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解。我们用上次同样的方法，把其他的电阻也完成制作。制作方法也是相同的。我们做这个电阻，看一下。我们双击进去，好，根据前面讲解的，我们向着相同的、类似的尺寸大小的电阻，我们选这个元件库来，然后把这个编号复制，把它复制，然后粘贴，然后把它复制、粘贴，一定要复制和粘贴。OK， 现在我们更新一下这个元件库，看一下是不是相同的。这个两个元件库一定要相同，名称一定要相同。确定 OK， 我们把它缩小了，也是跟上次相同的方法修改。我们把它缩小来，缩小的跟它一样大，然后取窗口，然后拉大，重新选中它，然后拉大 ，X、Y 对齐，这个算法就做好了。我们也是相同的办法，把这个算法也修改一下。取窗口，拉大 ，OK，X、Y 对齐，这个算法就做好了。然后我们修改这个算法，把颜色关闭，缩小，这个框跟电阻的框尺寸是一样的，然后移动，也可以用键盘、鼠标键盘移动，然后取窗口，然后拉大，再选择它，拉大来 ，OK， 然后 XY 对齐，看一下它是否选中了，它已经选中了，这个算法已经修改好了。然后第三个虚焊，我们把它缩小，放到这个位置，拉大一点，一定要贴着这个电阻的极端，然后把这个删掉，然后复制 X 对称。好，这个检测虚焊的算法做好了，然后继续做这个缺键，缺键一定不能有 PCB 板的颜色，一定不能有 PCB 板的颜色。我们拉它看一下，有的话我们要把它去掉要。OK，
大概这个样子，然后把它缩小来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修改好了。XY 对齐，这个是检测这个电阻是否正确，看这个是错误的，也是错误的，所以说它报 NG。同样的办法，我们把它缩小，缩小之后，然后取窗口，然后再拉大 ，OK， 就做好了。我们要 XY 移动一下，这个算法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在这里更新一下软件库，检测一下名称 ，OK， 保存相同的名称，它就全部完成了。现在这个电阻的用量是非常多的，你看一下很多，但是它的方向是错的。这个因为我这个 CD 坐标是刚网坐标，所以它的方向是错的，它肯定是报警的。这个，你看它是错误的。后面我会讲到，当出现这种方向错的时候，我们怎样才能修改这个方向的角度。我们可以先检测一下运行，然后检测基板，你看这个就是缺键，它没有，那就是不良的。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就是也是因为角度是错的。我们刚开始导入 CD 坐标的时候，给的是0度，这个可能是45度，所以它也会报警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它也是报警的。这个为什么是错的？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方向的问题。你看一下，本来是这样子，标准的是横着，但是它已经竖着了，所以说这个 CD 坐标方向是错误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取放机的 CD 坐标，不能用胳膊的 CAD 坐标，因为它的方向要求跟取放机坐标的方向是一致的。现在既然把所有的问题都检测出来了 ，OK， 我们先不管它。电阻的算法制作大概就讲到这里，其他电阻的制作方法也是跟这个是相同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后期我们再介绍其他的芯片，像2极管和 IC 3极管、晶振。电阻跟电容的制作方式是相同的，我们也可以把电阻的算法复制进去来制作电容，也是进行相同的修改。现在我就不再演示了，你们自己可以操作一下。
谢谢大家。